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继续暴跌，年底利润保卫战终于开始了。想要抄底的同学可千万别急，哪怕是高位被套了，现在也别着急加仓。而在市场回调时，特斯拉保持强势上涨，这个地方很特别。如果要出现拉升行情，那么特斯拉一定会出现这一种买点，英伟达则依旧保持极度的弱势。跌跌不休下，我们就要关注一个支撑的关键价位。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技术面上的市场行情解析。阿哲会讲到纳指以及英伟达。阿哲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的指数分析。那么关于指数分析的重要性，大家应该已经很明确、很明白了。在指数上涨时，你会发现你做多赚钱就是特别简单的。当指数下跌周期出现的时候，你去盲目的在做多，再像之前那样去随便买入股票，你基本上都很容易亏钱，可以说绝大概率会亏钱。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好美股市场的交易，特别是个股上的交易，那么对于指数分析肯定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每期视频我们放在第一部分讲解指数的分析，指数环境、指数方向是一定要看懂的。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从前期的一个上涨高位，阿哲不断提醒风险之后，这一轮下跌，阿哲也教大家不要随便去抄底。那么近期你至少高抛，亦或者是不轻易加仓的同学，您可以规避特别多的亏损。好，我们看到第2和第3部分，我们将会来到个股解析，分别是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Coinway、美光、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您产生比较大的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有一个注意事项，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您。你会看到我们的目录是比较多的内容和标的的，阿哲需要分析的时间长度可能会偏长。那么这种长视频，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亦或者不是每只股票您都确实关心的话，您可以点击下方的时间轴分段。阿哲已经将所有内容都分好段落，您点击最想要观看的内容即可跳转。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到您。当然，阿哲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不要错过，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最关键的部分。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做月线的关头阴线。那么什么是关头阴？我们先了解这一点，而后再去看到是哪个标的出现月线关头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目前你所看的是阿哲给财生朋友所分享的9阴当中的第3种阴线，叫做关头阴线。所谓的关头阴线呢，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最高价格和它的一个开盘价是同一个价格。一般在市场当中 K 线会有4个价格，高开低收，而关头阴线是很特殊的，它只有3个价格，因为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所以它也叫做3价线。而像这一种3价的阴线，我们就称为关头阴线。关头阴线呢，如果在上涨时出现，要特别小心，特别这种上涨已经是加速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是出货行情，而它这种关头阴所产生的位置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压力位。我们曾经在讲解博通这个股票的时候就有讲过，它出现过一次关头阴线，而因此我们也去卖出过一次股票，而因此我们也高抛过一次博通的一个股票。那当时是在哪个位置出现的呢？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博通的图表。那么博通之前的关头阴其实就是这根阴线，当时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都只有一个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就是 386.4， 而这个价格产生之后，它的压力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压力位在后续其实也有作用，而前期这里出现，而股价前期又是一个加速，一旦遇到关头阴线，你应该做的是获利兑现了结，因为很多时候关头阴的产生，特别是加速时出现，它就容易是高点。而今天阿哲再次讲到关头阴呢，就是因为有很多股票昨天也是关头阴线，像博通就是的啊，它昨天就是高点和开盘是同一个价格，346.61就是昨天它的高点和开盘价，所以昨天的关头阴线也是要注意的。但下跌的关头阴和上涨关头阴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关头阴线呢，除了出货之外，还有砸盘的意思。砸盘有时候是最后一跌，
有时候是上涨途中还未完成目标时的一个清洗浮筹的过程，就是要你卖出手中筹码，所以通过这种 K 线来去砸盘。那么如果市场是处于上涨，特别是加速，你应该卖该减仓就减仓，而后再去判断会不会是砸盘。而如果是下跌时，你本身就没有什么股票，那么突然这只股票出现光头阴线，那么它是砸盘的概率就比较大。但是你也不能随便去买，我们会有一个买点，也就是它的入场线，刚好它也是它的强压力线。如果它是机构出货，那么这个高点正常短期、中期是难以去突破的，不容易被有效突破。而越是被快速突破的光头阴线的高点，越能够代表当前这个下跌它为之阴砸盘。所以光头阴产生之后能够被快速突破的一个光头阴线为砸盘光头阴，博通之前也曾经出现过。那么当时你会看到这根 K 线是8月29号，博通25年8月29号，这里呢是一个缓慢的上涨，而后调了一下。那么这根 K 线之后，它并没有跌破它的低点，而在这里反而出现再次的上行，而后把它的高点突破。所以你会发现后续走出了一波强势的上涨，而在这之前的光头阴线就是一种砸盘光头阴，经常出现在上涨未加速时以及下跌一段时间之后。所以昨天博通其实有可能是一种砸盘光头阴，很多股票昨天也有光头阴。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位置以及短期的反馈，如果快速被突破，那基本上呢就是砸盘的光头阴。光头阴的低点最好不要被破，因为如果它被破了，并且破位的幅度越深，它突破光头阴之后上涨的幅度越小，并且越难以去突破它的光头阴线。所以以上就是光头阴线一个简单的解读和使用，一根很简单的 K 线，但偶尔会给我们很大的惊喜，能够帮你规避一些高点和买到一些低点。那么当下我们在看到一个图表，这是标普的月线图。大家注意了，任何的 K 线战法、蜡烛图分析技术都是不含周期的规定的，都是不含周期限制的。就是一根光头阴线，你在1分钟也能够有用，你在年线上也能够有用。只是呢，越小级别它越不稳，但是它越容易出现；越大级别它越稳定，但是它越不容易产生。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标普的月线图涵盖了10多年，那么这个图表呢跨越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图表跨越了很多年，而这里面它的光头阴线阿哲做了一个标记啊，就是图表当中做10日的一个标记信号，它就是光头阴线。那么在这许多年当中，它出现过几次的月线光头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1次、2次、3、4、5、6、7，以及现在的第8次。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其实月线就出现8次而已。好，8次的光头阴它分别产生在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而后它每次产生都是下跌吗？其实并不是。像这个光头阴出现之后呢，是一个大的高点，而后伴随很长时间的下跌。那么像这个光头阴是在中途反弹出现，是吧？也有下跌。这里呢出现是一个底点，是个底部。好，中途这里出现股价还能够继续上涨，这里出现又是个大高点。像这些位置产生的光头阴线，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大级别的高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最坏的分析角度去看待这个信号，就是一旦出现上涨，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后的上涨的光头阴线，它往往是一种大顶的信号。而如果股价是跌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出现光头阴线，这种光头阴线风险一般不大，当然最好不要跌破它的低点。那么像这里光头阴线产生之后，这种光头阴如果低点不破，正常来讲风险是可控的，不至于产生那种大级别的高点，至少要等它跌破之后我们才慢慢去分析。而像这种光头阴线呢，基本上都是涨了一段时间，而后它的低点还是后续被跌破，高点是难以去突破的。所以你就会知道，有些风险可控的光头阴线是低点不会被跌破，而后高点很容易2-3个月内突破，这种是很不错的，说明还没涨完，甚至说明是一种大底。那么有些光头阴线呢是高点难以去突破，低点很快被跌破，这种就是大风险。所以当下我们得要看到这一根光头阴线就是一个月 K 线的标普的光头阴线，它呢有个长下影线，又有一点吊颈线哦。之前这个下跌时的长下影线是低点，目前上涨一段时间又是长下影线，会不会是高点？如果月线见高点，又是光头阴线，而后这里如果下跌，一个月级别的下跌，哪怕跌个3个月，哪怕跌个3根阴线，都有你好受。所以这个地方千万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盲目的再去买股票，特别是对于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讲。而对于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讲，一旦我们上个月的低点被跌破，你应该把你很多时候所积累的利润要有所兑现。那么对于中长线
阿哲就是以此让大家去提醒和建议的，小心上个月的低点被破的那种关头阴线，以及你的中长期安全舒适区域应该是上个月关头阴线高点被突破的时候。否则在这其中之间，你不要再想太多有关美股的中长线投资的一个布局，要特别小心，特别是科技股方面。而对于短线和波段投资者，那么阿哲呢会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去提及。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所谓的安全抄底。在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讲过安全抄底的一个概念，就如果你想要去抄底，最好能够遵循一些短线的要点。如果在这种要点出现之前，而在这种关键的点出现之前，你尽可能不要随便的去谈抄底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一个日线图表，我们简单以纯粹的 K 线价格行为去分析。那么之前这一波下跌啊，单纯有大阴线下跌的时候其实还好，这种大阴线下砸呢，除了一部分人确实是很左侧啊，他喜欢在这种下砸时去买进去搏它就是个低点，因为他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确实也买到了一些低点上有这种大阴线下砸，是吧？然后我去买，发现一买确实短线能赚钱，赚了一次赚了两次之后，他认为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么可能会在这种下跌时去买进，但毕竟是小部分的同学，比较激进的同学，而大部分同学来讲，至少呢他不会买到这种阴线，所以这种阴线的阿哲就不提太多了。但是这种地方出现了一根低开高走阳线，有人就会开始去买股票，那你买的少算你谨慎，买的多那就有点不应该。这根阳线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也提醒了，可以看反弹，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回调的买点，因为它的力度不够。我们从日线上以及从30分钟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阿哲先讲一下日线，等一下第三部分讲反弹和反转时，我们再讲30分钟的小级别图表。在日线上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价格有效的止跌呢？首先，如果左边是一个中阴线大阴线，那最好呢你以它的一半作为强弱的判定。如果一根阳线它都无法去刺透它的一半，收盘都无法收到它一半之上，那么只能说这个反弹是相对一般的。而如果反弹的力度都一般，想要形成有效的止跌上涨，它的概率就会低很多，这种买点一般就不太合适去买太多仓位，甚至呢是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阳线的。所以有一种止跌行为，就是市场突然之间的暴跌，而后市场就快速止跌。比如说像之前这里，市场快速的暴跌，而后快速止跌，第二天直接就过了一半，收盘就涨到一半以上了，你就会知道这个多头是不太正常的，它特别的强劲。昨天敢这么跌，你今天就敢这么买，所以这一天是砸盘的概率很大，这一天止跌有效概率很大。一般来讲，我们最好是1-2天之内能够修复是最好的。比如说这一根长阴线，第一天没修复，但确实有长下影线，第二天就走了一半，这种行为是很不错的。它这种情况下产生，你再去看要不要抄底，要不要买进，是非常安全的，比你之前看到这一根阳线去买股票的同学要安全太多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思路，那么就是仿包的阳线，那仿包阳线就更强势了，直接收盘价就比昨天的阴线的高点还要高。有些时候大阴线它可能要隔一周才能突破，而后你会发现有些下跌的低点就是由仿包阳线去产生，或者它的止跌行为就仿包出现的。比如说像之前这一波下跌大跌啊，我们可以通过一半来去判定反弹的强弱和止跌有效与否。你也可以等待一根 K 线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来去判定它的有效止跌。比如说像当时这一天是一个 K 线的止跌，好，它第二天收盘价比它的高点高，好，通过这一天我去判定它的止跌有效。当时这里是先过了阴半再仿包，就这两个信号如果有，其实都是不错的。像这根阴线第二天过阴半是吧，止跌有效，而后反包，是不是两个信号是逐渐去出现的？而有时候的小的回调呢，它会直接出现仿包，比如说前期的这种调整微调，直接就仿包了，微微的调整直接就仿包。像前面这里是吧，市场下跌直接就仿包。所以价格走势有两种情况下出现，我们可以去考虑啊，是否真的有可能止跌有效。一个就是穿透我们说的刺透线，刺透左侧大阴一半，1-2天之内达到就可以了。如果是中阴线，最好隔天达到；如果是中阴线，最好一天就能够过它的一半，收盘站稳。如果是特别的长阴线，我们可以去放宽啊，比如说3天之内也行，2天就还好，1天就更强一点。好，更加明确一点，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再看一根仿包阳线，就穿透一半，我可以买一点仓位，然后反包呢，我也可以再加一点仓位，是吧？这种思路至少你不会说我买了之后它快速的下跌，这种概率就很低。而这根阳线呢，它一半都没有刺透，更不要说反包，
这种风险性就很大。你其实好好的研究一下之前日线上短线波段的一些低位反弹的底部和大底的形成，它基本都有刚才阿哲所讲的那几根 K 线的条件。比如说这是个时候的下跌，它是不是一个仿包？好，当时这个底部的形成，它是不是一根大阴线之后立马也是个仿包？那么像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当时这里是没能够过这个大阴的高点，它过了略微的一半，它花了3天时间，相对弱了一点。我们说最好就是1天2天会好一些，3天的话就是很宽松的要求了。但确实也形成了一个低点，是吧？它也不是说一有阳线直接暴跌。那看到这一个反弹的底部，它出现的时候，这里是一个仿包阳线，然后这里又是个仿包阳线，就频繁出现仿包阳线，走了一波还可以的一个反弹。而在其中每一次这种假的这种止跌你会发现阴线左边的一半都是不过的，你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规避掉很多不必要的抄底行为。它虽然不是说让你100%能够买到一个大底或者说绝对的反弹低点，因为有时候它也会失败，比如说像这里是吧，仿包了，但照样的该失败还是失败，但它的失败概率呢会比你直接一根低开高走的阳线普通的阳线去买会好很多。安全抄底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你尽可能控制你的双手，把你的进场信号控制的严一点，右侧一点，你就不至于说在周二的时候因为一根阳线我去抄底，我去买入很多股票，然后再次的被打压，然后再次的在周三时被大阴线所覆盖，高位好不容易卖掉股票，你在这一天又买股票，然后又套。如果这一天后续能够止跌还好，如果不能止跌一路下跌，那你好不容易高位抛出去的这个动作你以为逃顶成功了，半路又被你给杀进去了，又浪费了，那又浪费一次有效的逃顶机会。所以很多人他不是说卖不到这个高点，而是卖了之后很快又买回来了，然后可能这里只是个半山腰，还没跌够呢，那股价一路又下跌，那你这个明明逃到高点了，后面又半路杀回去了，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不要随便的在加速下跌时，还是高点在降低，低点在降低时，你去进行一个交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第3部分了。第3部分反弹和反转时，阿哲会讲一下小级别怎么去规避这种买点。你日线上有些同学可能比较着急，等不到呢过阴半乙或者是仿包阳线，他可能看小级别的，但小级别同样也有方法。那么阿哲在第3部分会教大家，目前这一波单边下跌，从小级别来看，30分钟来看，怎么去把握到更大概率能够止跌的那个点位，它的一个方案，它的一个方法。那么以上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月线光头阴和安全抄底了。那如果这2个部分内容收听之后对您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也希望大家呢在听课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听视频的同时，也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点赞按钮点一下您的小红心，感谢您支持阿哲的一个创作。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阿哲看到会非常开心。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第一次见到阿哲，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点击订阅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已订阅的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和一起探讨美股行情走势，同时你也可以把这全部的铃铛给点开，点开全部铃铛之后，那么阿哲未来的每一期视频，每个观点和知识点在发布的首先第一时刻就会由系统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那么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评论支持，谢谢您的认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我们学一下什么叫做反弹，什么叫做反转，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大概率判定股票的上涨为反弹，而后它怎么样才会走为反转呢？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依旧是纳指的日线图表，但图表上呢有点不一样，阿哲加多了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叫做彩虹带，这个指标呢是阿哲做趋势中短线交易时必看的一个指标，至少会占很大的一个权重的一个参考。而这个指标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刚订阅的同学，您是能够去进行使用的。阿哲稍后也会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去激活和后续的一个使用的方法。那么这个指标也很简单，就是它如果是紫色带，就说明它是一个上涨波段；如果是黄色带，就是一个下跌波段。好，那么目前的股市就是一个紫色带，那么就是说明它目前的下跌，我们可以当作是上涨波段的回调去对待。但回调不能说就直接下跌买进，而要有一些买入信号，这是日线上的。而日线上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使用的方法，这里呢就不再强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30分钟在近期的一根小阳线，它其实也就是
这么几根30分钟的 K 线反弹了一下。所以这种反弹的 K 线怎么强势，我们通过日线可以通过过阴半和反包阳线去界定。那么在小级别30分钟，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飘带来去判断。就股市它如果在下跌途中，日线这一波下跌周期调整周期，它可能日线还是紫飘带，但是它的30分钟大概率转为黄色飘带。也就是说，日线级别中短线上涨时的一波短线调整，在30分钟它其实就是一个波段的下跌。那么波段下跌时怎么能够界定它是反弹还是反转？这个方案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如果目前你的股票是一个黄色飘带，说明就是一个下跌波段。下跌波段一切的上涨首先界定为反弹，没错，股价的下跌趋势它就是容易不创新高而容易创新低，所以每一次的上涨时，我们建立一个大概率的猜测，就不管3721，它以反弹看待，你至少对的概率是70%以上。而如果每次低点产生时，你都认为它能够反转，那么你的概率基本上是低于30%的，甚至呢可能低于10%。所以大概率事件告诉我们，只要是黄色带下所出现的低点反弹，你都应该把它看作是反弹，而不是反转。好，这样的话你又站在了一个高概率的一个思路之下去看待这个市场。我怎么知道它哪一次的上涨更容易是反转呢？这里需要关注一下，对于飘带的上穿，就飘带如果它是一个黄色带下的向上，看反弹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它的反弹的极限在哪里。一般来讲，它的反弹极限就是突破飘带，而后走2根 K 线。好，比如说突破的第一根 K 线，突破的第二根 K 线，那么它2根 K 线里面最高价格就是压力位。这个压力位一般是反弹很难去突破的，所以反弹和反转有一个界定点，有一个压力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是反弹，我们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它这里就是一个压力。昨天我们在盘中的时候，阿哲有发了一个图片和一些文字，这也是阿哲在昨天内部课程当中所讲的一个观点。30分钟如果想要由反弹走为反转，从一个反弹不能买进而走为反转可日内做多，它需要有一个信号，就是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之前的2根 K 线都没有突破，而当时这根小阳线在30分钟它其实出现了1根2根的突破，那么2根取最高价格作为压力，所以这里是个压力，这个压力位没能突破，所以它并没有构成突破后的回调反转买点。那么没突破就肯定不能按照反转去看，它就还是反弹。那如果是反弹，这里是高点，跌破的时候就小心了。所以昨天呢，在确认反弹之后出现加速的下跌，之前的每一次向上都是一个反弹行情，而不是反转行情。那当然也有同学会问就那这个地方它突破了1根，突破了2根这个高点它不也突破了吗？为什么这里不是反转，不能继续上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反弹到反转不是简单的只看一点，它一般会有3步。我们之前讲过3部曲，第一部曲就是先突破2根 K 线内的一个高点。好，突破之后只能说明这个反弹它的力度是很强的，但是很强的反弹不代表一定会反转。所以后续的股价呢，我们还需要它往下回调时不能跌破紫色飘带。所以当时这里就破了紫色飘带包括这些地方反弹2根都不过，那紫色飘带呢一般肯定会破。好，反弹2根都不过，那么紫色带基本会破。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反弹和反转的区别。那么之后如果想要再往上去看，是否能够由30分钟走为有效止跌，它可能会比日线呢更加提前，可能盘中就出现，那你盘中可能就会构成买点。它得要干嘛？它得要先往上突破飘带，而后走2根有压力，这个压力能过，回调不破，只待支撑找买点。这种买点呢，哪怕是在日线上也是很安全的，30分钟所构成的一种买点。而如果没有，那么后续的任何的30分钟往上触碰飘带的这个动作都只能算是反弹、超跌反弹，而不能简单定义它就是反转。所以这呢，就是我们去界定反弹还是反转一个比较有效的阿哲会用到的方法，也是阿哲昨天我们盘中所告诉大家的怎么去使用的一个技巧，基本上都是通过实盘总结。那么阿哲的方法有很多都是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那么也有一些呢是阿哲实战当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技巧。所以这一个反弹和反转的判定，阿哲是用着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在中短线的波段当中能够比较好的去规避一些不必要的买入和一些上涨当中不必要的洗盘卖出行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区分。
那么接下来阿哲简单说一下，您怎么能够去激活这个飘带的使用。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彩虹带呢是阿哲的趋势交易的指标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指标叫彩虹带。您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您想要用这个指标，很简单，点了订阅之后，再点击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出的小卡片，在卡片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阿哲的助教。您找到他之后，告诉他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要领取我们粉丝订阅的3重礼物。第一重礼物呢，就是彩虹带的一个体验权限。拿到之后，您就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究竟呢是紫色带还是黄色带。如果是紫色带，您手中的个股目前是强势的，那么后续回调找做多机会。如果目前你手中的股票是黄色带，那么要小心空方行情，尽量不要放太多做多的仓位。这就是一个非常快速便捷分辨趋势中短波的一个方式。而后我们还有第2重福利，就是盘前的管播和解析。那么阿哲呢，基本上在盘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一些盘前的观点。当然偶尔可能盘中会盯盘的时候也会发表一些观点，但是这不固定因为盘前因为阿哲这边时差原因也不能够很长时间盯盘，这个跟作息有点关系，但盘前会写到。像昨天会讲到12月17号昨天的开盘之前，阿哲就提到了，目前的市场虽然有止跌的一个阳线，你可以看反弹，那没有问题，你可以看反弹，但最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抄底的信号。目前有超卖，但没有买点，回调的买点是应该收阳账上这个价格，或者说你更加谨慎保守的就是账上这一个价格。这两个价格如果都账不上，都是压力，那目前还是要谨慎的。甚至阿哲都很明确讲到了，因为阿哲底下有一些个股解析个股解析昨天是有一些买点的，但阿哲这里也提到了，目前的市场环境还不确认止跌，所以有一些买点你可以小仓位去尝试去试错，甚至就差明说了，你可以忽略。所以这是盘前广播，阿哲基本每天都会写，一直呢保持更新，到现在也有1年多了。所以希望这一个盘前广播也能够作为首次订阅之后阿哲给到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福利。那么接下来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了。那么阿哲相信您能够看到阿哲视频，同时点了订阅，那么您肯定是对技术分析很感兴趣，甚至已经有所涉猎的同学。那如果对技术分析您想要学到更多，或者说您还认为有所不足，想要更加精进的，我们在每周会有一些不同的专题班课。那么这些课程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您可以参加，至少本周下周的课程您是可以免费参加的。您在右上角找到助教，亦或者是在底下评论区您都可以找到助教的一个联系方式。底下的置顶评论阿哲也发了助教的一个链接，您都可以找到助教之后跟他报名领取3重福利。那么课程的链接会在开播之前会由助教老师发送给您，这是一些思想直播间不会公开进行授课的，只有订阅粉丝同学才能够收听。希望这3重福利能够帮助到您技术分析更好的去使用和进步学习。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第2部分的第1指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下，最近呢来到了一个关键价位，就是前高附近。那么特斯拉这个股票其实有一种技术在它身上还是比较适合，或者说它会出现一个特征，在近些年产生的很多次加速行情都起始于一种形态性的一个突破，而这种突破很多时候呢是多重的顶部构成，而这种顶部的级别越大，它的行情会越大。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很多次的加速它基本上都会对于左侧高点附近产生一种加速跳空或大阳线。那么像大级别的行情，它当时这里出现了一个对于左边3个高点一个大的跳空，还有一根 14.75% 的阳线上涨，而启动了这一波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波加速拉升行情。那么像比较小的行情呢，它在左侧的一个高点附近产生了一个上涨，同样有跳空动作，不过没有缺口，当时是 6% 的一根 K 线。那么像后续的动作，你会发现像这个位置有跳空，有接近 5% 的 K 线。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有一根长阳线，没有跳空缺口，没有明显跳空，但也是 6% 的 K 线。而第2天呢有一个缺口产生，所以特斯拉这个个股在加速拉升之前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就是长阳线，而后还加上经常性的一个缺口，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缺口也至少会有长阳加明显的跳空在突破的时候出现。所以一旦呢你发现特斯拉在近期它面临左边的2个小的级别的高点和左边一个大的级别的高点，
好，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它要产生加速行情、启动行情，按照过往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会有一个5%附近或者说以上的 K 线产生，而后它最好是有缺口，如果没有缺口，也应该在突破之后的第二天有明显跳空，而后可以作为追进跟进的一个操作手法。而现在的特斯拉，目前阿哲认为它还没有产生这种信号，所以它这个地方能够产生加速呢，还为时甚早。这个地方它还不是一个有效真实的突破拉升前的一个动作。虽然它有一个缺口，并且目前没有回踩，但是缺口这根产生的 K 线，它不到5%，它甚至连4%都没有。而第二天感觉有一根长阳线突破，但其实它也就3.07%，并且它这根 K 线是低开的。而我们看到昨天出现了一个高开，而我们看到昨天它是一个冲高回落，同时又是低开的 K 线，所以当前的行为呢是突破力度不够，有缺口，但它没有长阳线，而所产生的 K 线阴线，而昨天产生的一个阴线呢，又是一个冲高回落，有点诱多的嫌疑，市场呢在这里已经开始有部分人获利兑现，是一根乌云盖顶负阴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无法去完全判定它的突破有效，前高的空间打开是否。那么从历史行情的总结来说，我们需要等待长阳以及缺口的产生。目前缺口有了，但缺口产生的 K 线没有创出左边新高所以当下来讲，它的一个启动的信号还不充足。所以在这里呢，阿哲依旧保持之前的观点，就空间打开的可能性目前有，而且越来越大，但是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它没有回调买点，也没有真实的加速突破有效的追涨买点。它虽然突破，但不是一个强阳长阳突破，也不是跳空，也没有缺口，最近还不断的低开。所以这里呢稍微谨慎一下，如果要做追涨，要做加速，等长阳缺口或者是长阳缺口后的跳空去买进加仓。而如果要安全性买点，应该等待一个有效的回调之后释放风险，市场止跌，那么去买进特斯拉。但我们从近期的表现可以看出，特斯拉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势行情的强势个股，所以对于强势股后续的行情来讲，特斯拉可以作为自选标的当中关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只标的。而后我们再从短线波段来去看待特斯拉。那对于它的一个突破信号，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如果要更加明确的有拉升的一个买点的话，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昨天这一天呢，它是一个乌云盖顶。乌云盖顶在上涨时出现，它也有可能是出货和砸盘的可能性，就跟关头阴线的类似。好，我怎么样呢去解除这种风险正常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能够产生看跌的想法了，回调的想法了。这里真的是要临近一种加速的节点，那它又不回调，而是准备走加速，这里只是一个洗盘震荡，那么大概率它是不会去把这个缺口用实体阴线跌破的，它会在这里走震荡，而后以一根强势的阳线突破 495.28 收在这之上，那么这个时候它也可以构成上涨之后震荡的加速启动点，所以这个地方的阳线也可以作为买点。这里我们说的是它确实强势，会以震荡的方式解除这种负阴线的风险。而除此之外呢，如果走正常的表现，负阴后股价回调下跌，那么这个缺口止不住挡不住的话，我们看到飘在上沿是 450.635， 这里寻找止跌买入机会，而这里则是一个正常或者说强势的回调止跌点位附近。因为目前市场的环境一般般所以我们无法在这里看到它太多的一个好的信号，所以尽可能的是它有启动的时候指数企稳，那样的话会更加有利于特斯拉的一个拉升启动打开空间。否则指数如果一直跌跌不休，那么特斯拉想要在这里走拉升，它的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情绪悲观下市场很难有一个追涨的一个筹码，很多时候可能会遇到上涨就高抛，就不容易呢启动拉升行情。所以首先市场环境要相对的温和平整，不再恐慌，而后特斯拉出现启动信号，我们借此买在加速点或回调找埋伏点，这些都是阿哲比较认可的机会，而不是现在去盲目加仓买进。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 Meta 的一个股价，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也走了一个震荡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其实提醒过买点的股票其实就是 Meta， 因为 Meta 呢出现一个反包的阳线，是吧？比指数的止跌 K 线要强，
而后它还是在一个趋势指带附近，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目前的 Meta 呢，按照做多标的来讲，你要做强者恒强的，可以找特斯拉；如果要做相对超跌反弹、有底部反转可能性的，可以寻找 Meta 这种股票去埋伏。那么如果在买进之后，就比如说昨天确实市场环境不好，但是你还是选择买入了 Meta 的话，把前面的这个5日底分型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止损，不跌破，这里依旧看止跌，找买入或加仓机会。而从周线来看呢，其实就还是周线九转之后的一次回撤，然后再看启动，所以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看缺口能够被进行一个回补一半，前面这个上影线不算我们要的是实体账上。好，我们再看到它的趋势行情趋势指标的反馈。那么昨天为什么在短线波段上提醒有买点呢？因为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有支撑，而后它只是略微跌破，立马站回来，而后有蓝 K 的超跌信号，所以当前的 Meta 是有买点的。这个买点如果市场环境不那么差的话，其实应该走启动，而现在呢市场环境有所一般，但昨天呢也只是走了个运线，所以它慢慢的也砍跌，所以 Meta 这个股票的资金还 OK 还不错我们可以以此呢作为一个策略去在这附近去买入，而后设好止损位即可。那么上方的压力其实就还是170 685.82作为第一个压力位，而后再看缺口的中轴线附近为2个目标，后续可以以此去看，不跌破则持股找加仓做趋势的一个方案，因为它其实走出了我们日线级别的一个反转，一个反弹到反转的三部曲。这里是不是突破了第一根，突破了第二根？好，而后还能够继续涨，而且是加速涨，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意味着它这一波反弹不一般。好，股价回调，那么又不破飘带，又有启动信号，我们的下一个点位是不是只要它往上创新高了，后续每一次回调其实都能够去做加仓，做的是一个趋势的反转跟随。所以 Meta 的趋势阿哲最近一直在跟踪一直在看，还是感觉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在提及。而这个蓝色 K 线在紫色飘带时还是比较好用的，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紫色的飘带下出现了蓝色 K 线超跌，一般这种动作还是很好的一种买点。紫色飘带下出现蓝色 K 线，然后突破，这里往往能够止跌，产生不错行情，能够新高，说明趋势没问题，回调再找买点。如果买入之后这一次不能新高，就要小心了，它可能要走新低，是吧？这是趋势一个简单的研判，所以目前看能不能新高，能新高没问题，继续后续回调买，不能新高小心了，做高抛170附近卖出本次的反弹筹码，如果不能够弹起来往下跌就做止损，是吧？策略很简单，但是阿哲认为比较实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我们还是保持之前的观点，目前它还走弱，而走弱下趋势下行就容易有更低的低点和不见更高的高点，所以之前到现在高点一直在降低，如果后续能够再反弹，其实也正常，应该也是高点不断的在降低的这个过程，而低点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创新低所以这个行情很快又要接近新低了，而新低目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它有可能会反弹一下再下或者截下，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目前肯定不是一个做多的点位而后做多的点位可以考虑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底下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支撑点，这里需要用到一些预测的技巧，我们用一下奇门9价看一下底下的支撑在哪。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阿哲呢给到了一个支撑点位的一个测算方式，就是奇门9价这个指标，是财神同学呢专门用来进行空间测算的一个辅助指标。那目前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从高点和低点的测算有一个夹角空间，就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压力位的共振区，又加上它是170附近，所以当前英伟达底下如果真的走出下跌，并且空间无法止住破低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重要的下一个支撑位或者说是目标位。好，那么股价在下跌时，它的左边低点肯定是有支撑的，所以这里第一个支撑就是前方下影线附近有蓝 K 出现，如果这里能够出现比较不错的上涨 K 线，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关注点。那么这里如果不能够止跌反包突破蓝 K， 而是继续下跌，那么下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夹角空间，所以下方的英伟达的空间支撑一个呢就是 169.5 是长下影线的位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粉色线是在 161.033， 这个蓝色线呢是在 157.914， 然后这个170呢是在 164.896， 所以这个地方双重共振支撑，而且离得很近，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大级别的支撑点位，而后就是长下影线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寻找关键空间下它的一个支撑信号蓝 K 是否能突破，
如果这个地方蓝 K 没突破，一般会延续到170附近，所以这是关键的点位。而目前依旧是黄色带，那黄色带股价下行就小心风险。黄色带下，任何的上涨就以反弹来去看待。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那么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谷歌它出现的是个紫色带，那么紫色带呢就说明任何的一个下跌先以回调来看待。目前紫色带它出现跌破了，所以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地方是有点风险的。我们说价格走势回调时，如果碰到飘带就止跌啊，它没有跌破飘带，这种属于一个相对多方强势的一个回调。收盘就到这里面，那么就说明是一个正常的回调。如果跌破飘带，就属于多方弱势，容易呢转势的一个回调了。所以当前我们看到谷歌它就是一种破了飘带，所以这个地方属于什么呢？属于多方走弱而空方走强，一不小心可能趋势要反转了。那么这里我怎么去关注它呢？我需要看一下它是一个蓝 K， 它是一个紫带，所以这里它是有机会产生砸盘的低点，就是绝处逢生的一个买点，也是股价在中短期下跌时最后的一个买入机会了。如果这里还不给止跌，市场将要转势，后续反弹就容易产生做空的机会，亦或者是转势的一种卖点。如果你之前学过阿哲有关低吸的三部曲，应该知道如果破了飘带你应该干嘛？应该数 K 线。刚才我们说过反弹和反转的区别，现在呢我们说一下回调和下跌的区别。回调时如果破飘带，它就是1号 K 线。好，那么今天为2号 K 线，两根里面选最低的那根 K 线将是一个支撑点。如果支撑点被跌破，那么它就容易往空方运行，飘带转黄色的概率将极大。也可以这么认为，当两天的低点被跌破的时候，那么后续这个飘带将会由支撑转为压力，后续反弹反而是卖出的机会。所以当下的谷歌就来到了这一步，跌破第一天，今天为第二天，2天取低点作为谷歌支撑。如果这个支撑不能止跌，不能出现买点，那么就是风险。而如果有买点，它容易是一种很大级别低点的回调买入机会。所以谷歌呢，可以再看一下周4、周5的表现，有机会产生砸盘的低点，绝处逢生买点。而现在还在下跌，就不要随便买了。之前高位出现了上涨，这一个波段它黄 K 跌破就是风险，回调时找买入机会。而还好的是它没有给到太多买入机会，之前这里止跌是运线，我们说突破运线再找买点，然后没给机会往下破。飘带内呢也没止跌，目前来看一下飘带外是否能够有止跌买点。所以当你能够过滤好自己的进场信号，其实很多时候下跌时的一个所谓的止跌阳线买点，你很多时候可以过滤掉。像唯一一个可能会被骗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反包了买进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跌破止损离场就行，作为试错性的买点。像前面这里是吧，股价回调碰飘带，而后能够有反包阳线，你做买进，这种地方其实找到一个回调买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成功率呢会比较大。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呢，目前还是在拖累整体的一个市场它走出了一个破底的动作，但是也很正常，因为黄色飘带下，它就是一个低点会创新低，高点难创新高，所以它其实已经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了。好，这个地方一直都是黄带，那么一直呢就不要以此作为一个抄底或者说做多的主要标的，因为概率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哪怕后续它可能会被突破会止跌，你也只能先看它是反弹，只是可能白 K 突破反弹比较强一点，但它的目标位还是那几个，一个就是相对弱势的反弹可能无法进入到飘带之内，相对强势的就能突破飘带，如果是普通的可能就只能够在飘带内收盘不过最近这个下跌它都没有正常反弹过，都是要么弱势要么强势。强势反弹你就小心第一天第二天2天高点不被破就小心了，这里依旧是风险所以股价任何的一个黄带下的上涨先看反弹，一般来讲大差不差都不会错，小概率呢可能是反转，但如果反转你按照反转三部曲去把握它的一个行情趋势反向就行了。那个情况下最多就是买不到低点，然后卖飞一次，回踩再买回来就行了。因为行情如果真的是反转位的话，它肯定还会给到你上涨的机会的。所以当下呢就先等待看一下什么时候反弹，首先得要止跌而后把白 K 突破，目前最新的白 K 高点是 186.5， 所以反包突破看反弹，压力位是 201.426， 也是第一个正常反弹的空间。而后呢我们再看到 MSTR
MSCI 是吧？一眼过去就知道了，它是黄色带，黄色带股价反弹，那么下跌很正常，破低点也很正常。不过因为它跌的时间很长，所以它属于一种超跌而且是很明显大幅超跌的一种标的了。最近的白 K 突破之后最后一根白 K 其实是没有被跌破的，所以这个白 K 呢有长线影线，那么还可以当时这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也是一个天量 K 线。那么天量 K 线产生的时候就有一定的买盘，所以它有支撑有蓝 K。如果这里能出现仿包，是吧？我们如果这里能够出现仿包，后续有运线上破，可以作为博弈一下反转的一个点。所以当下呢，这个地方就不作为做多的主要标的，但是有可能是中线、长线的一个相对低位的地方。不过从资金表现来看，它整体上涨一般，反弹强势不太强，所以只能说是空方浩劫，就是做空的人比较少或者说近期呢没有太强的这种卖盘了，但买盘呢还不够强盛，所以这里关注一下有没有蓝 K 突破和运线突破的买点，但只能够买反弹。压力的话，那么就是黄带的下沿是 177.016 高点的话呢是 185.814， 这是两个黄带的压力位。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微软它170天线和黄带交集，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强势的压力区，当时这里呢是受阻回落，那么没能够站稳，所以这里上方它就是压力。那么首先最近的压力就是飘在下沿 481.221， 然后就是170天线 487.645。 如果你要做多微软，你应该等的是一个动作，就是站上这个压力位，而后把它转为支撑，在这种位置去买股票会更加安全一点，才会更加利于一个好的处境，不至于说买到反弹创新低的一些地方。所以当下最好不要随便的去加仓这种感觉二是探底，但是上方有明显大重的压力的这种地方，所以微软关注为主，可能还是以下跌趋势在保持或者是震荡为主，要走出强势的上行突破难度比较大，不一定会轮到它。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刚才我们讲到了博通上期视频也讲过了，它是一个下沿附近，但是现在很明显破位了，当破位的时候是一根光头阴线，这里就有砸盘的嫌疑，所以它要有一个动作，它要么就是破位有效而后加速往170去跑，要么就是反弹站回到之前的下沿的支撑之上，然后去突破光头阴线，我们做超跌反弹，能够看它的一个趋势还是往震荡上行去走的。这种情况下就有利可图，因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做多的话，而后离飘带哪怕转黄色带了，那么这里的空间还是 OK 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超跌反弹依旧可以关注，只是目前没有买点，因为蓝 K 没突破，光头阴没有突破。这里要小心的就是价格可能反弹一下，站不回之前的下沿，而后反向加速那么就只能在170附近去找到一些止跌点了。目前的170它是多少呢？它是 299.636， 反弹弱往下走加速的可能性就会有，所以这个点位呢是后续如果走加速要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它如果反抽上去，那么最好就能够站稳之前的支撑咯如果这个下沿线你看不清楚，你说不知道怎么画，你以前面低点也行，低点的话呢是 329.06， 就直接有一根不错的过一半阴线的，就过阴半的阳线站回来，是吧？确认初步止跌，把光头阴高点突破，你再买呢就更安全一点，因为它是个压力嘛。如果短期2-3天就突破光头阴高点，直接做超跌反弹，博通看上方 374.724 作为超跌反弹空间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HOOD 的话，它就是往下破了飘带，我们说数2天嘛，这里是1，这里是2，好，这个低点又被破了，是吧？跌破之后呢，虽然不是很有效，因为走震荡嘛，但是又连破2次，所以当前来讲就算是有效破了，有效破往上走，飘带转压力，它得要怎么做才有可能会打开上涨空间，走出重新的上升趋势呢？看前方这里是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之前这里这波上涨也是黄色带向上，就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好，这里是压力，这里是压力。好，它得要干嘛？它得要往上突破回踩才是买点，才是好的趋势买点，否则这里都只能看反弹，而后大概率飘在这里就是压力了。目前是 125.438 和 124.192 两个做一个压力点位，所以目前要注意小心，它是受了一个缺口支撑，有点反弹，但是压力还是有的。目前这里要等蓝 K 突破再去考虑做超跌反弹补缺口，但也只是超跌反弹，风险性慢慢的因为这个缺口的原因导致有点变大了。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还是挺好的，
它的趋势呢是不是已经突破了前面2根这个突破 K 线，所以它还有缺口突破，所以这个多方很强，很强，回调有可能走反转，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博弈点。但博弈点呢不代表你直接买，而是要找买点，比如说回调有蓝 K， 蓝 K 如果被反包，这里就跟 Meta 一样是个回调买点，而因为它涨得很强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博弈它新高突破 745.61 的，但必须要有买点才行，得要先突破蓝 K 的高点，就像前期这波下跌一样，是吧？得要突破蓝 K 高点，你才能够构成买入看涨信号，没突破的话，这个蓝 K 反而会有一个压力，但是整体结构比很多股票都好。你当有趋势飘带界定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啊，它在这附近飘带如果宽，就说明多方强；飘带如果窄，就说明多方不强。而如果这种突破感觉很强，但是2号 K 线就是不破，是吧？往上过往下调感觉有支撑，但是2号 K 线就过不了，是吧？所以我们的3部曲你就要明白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右侧的信号，但是它会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应该去操作的行情，所以阿哲呢是比较推荐大家一定要好好学。如果目前你还是看不到这个飘带，你还没有激活，那么记得了，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只要是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都可以在右上角的卡片当中，或者说底下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当中，找出叫激活彩虹带的一个使用方式和它的一个使用权限。我们现在看到蓝 K 的高点压力是 688.99， 而后它的飘带的下沿是 613.026， 在昨天这附近是产生了一个支撑，昨天低点附近呢是达到了 656.87， 是吧？在飘带之内有支撑，而后有蓝 K 等反包突破作为回调买点。现在是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反弹为主啊，因为它目前是黄色飘带。黄色飘带以及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蓝 K 产生的时候啊，其实趋势你看明白之后，它就已经能够让你比很多散户厉害了。像这里是不是一个蓝色的 K 线出现了，然后它是一个紫色带，那它只要紫色带下有蓝 K 而突破，只要能创新高，就说明它这个趋势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之前这个为什么突破之后趋势还是走不出来呢？因为它不太标准。当时这里突破的第1根、第2根，它的高点在这里，它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的，它是回调之后再突破，所以理论上来讲应该在这个地方找趋势买点。当这一个地方又有一根大阴线直接砸破了，所以这个地方它是走失败了，它并没有1部曲、2部曲、3部曲，它是走了一个213，所以这个失败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最好是能突破再回调再找买点，然后再新高再回落再找买点。所以当时这里呢就走了一个失败的一个上升结构。好，股价呢一旦有蓝 K 有突破，但是不能新高，而后有黄 K 有黄带，这些都要小心。突破的第1天、突破第2天有压力啊，有压力还往下破，是吧？这里就是跟昨天指数一样的30分钟的一种风险的这种产生。有蓝 K 止跌不了，突破不了，黄带风险都是反弹，所以目前也是的。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这里是压力，有压力过不了，这里是1部曲回调，不能够跌破，它跌破了。但是有止跌啊，后面反弹突破一定要强，要么走得很强再回调，要么突破之后呢回调，这里不跌破，然后再去找买点，这样的话才好。否则在这个高点之下它都不太好，这个买点其实因为临近太近了，所以不是很好。最好能够突破左边这个2号 K 线的高点，然后回调找买点。这个地方呢就还是下跌趋势为主，飘带呢比较窄，多方比较弱，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负线乌云盖顶，所以当下多头不是很友好，就再等等，再看看吧。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MCI 的话，创新低啊，一根大阴线啊，白 K 出现了，有可能是进入到一个波段的超跌。但波段超跌不代表就能够买，之前这里也是波段超跌，是吧？左边的高点一直都是压力。这个白 K 突破的时候呢，走了一波反弹，到了飘带，是吧？就结束了，它是一个正常反弹。所以目前呢也是正常的创新低，正常下跌。那么黄色飘带之下，以空方为主去看。啊，所以当下呢就正常的一个下跌创新低吧，上方的一个飘带是 33.163 啊，当前要止跌不太容易，以趋势3部曲来讲还早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先看一下。下一只股票呢是 OKLO 呢是看到中期趋势不太好，中长期趋势飘带，中长期的170天线呢是向上的，而后有蓝 K， 在170天线附近有蓝 K 呢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啊，就类似于前面这波下跌是吧？它中期趋势是下跌的，但中长期的170呢是向上的，所以就有支撑。所以一般是大周期呢，它会束缚的小周期，但小周期呢，它会影响的大周期。当时这个地方就是大周期战胜了，
所以当时这里呢就是飘带粘合转止带，然后170附近有止跌走出了大级别的这种上涨新高，所以这里呢可以期待一下，有可能会重复我们之前波浪壮阔的底部行情，所以这里可以关注，但没有买点，因为它是一个170附近的蓝 K， 但是没有反包突破，所以一切还待确定，有可能是黄金坑，但是它需要时间来去给我们答案。目前飘带上是 93.36， 一般远离飘带有超跌信号，容易反弹，看反弹力度，再看它是否要有左侧的建仓点。一般170附近呢就可以用建仓的思路去考虑了，当前没有买点。170支撑现在呢是 79.965， 所以这个呢作为一种发现思考的一个角度，有机会是黄金坑，但是目前作为散户来讲，不要着急去抄底。现在这个股是 PLTR 一根大阴线下砸，这里其实也有九转，在九转之后股价出现下跌下跌时呢170是不是也算是有下跌时呢飘带也是有支撑的，看一下前面一根 K 线两根 K 线突破之后呢，算是一个比较有效强势突破。好，突破这里是一部曲，二部曲是回调，回调要有止跌。好，目前这里是个反手阴线大阴线，如果这个止跌信号要够强，它得要过阴半，如果要更加安全一点直接把阴线吃掉再看涨，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回调趋势的一个构成和买点是比较好的，目前它是有希望的，但是它目前跌破了，没有止跌之前，任何希望呢都不要付诸一个买入的行动，要等它的明确的止跌出现才行。这个飘带的一个上沿目前是 178.872， 你的买点哪怕不强，它也必须要站在飘带之上再考虑买进。飘带的一个下沿是 172.445， 这个呢要有所关注，它呢跟 APP 一样都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如果后续有机会做多，这些呢可以作为主要的首选标的。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就是黄色飘带，那么蓝 K 前低附近二次回踩，亦或者是继续创新低，就这么看。飘带目前呢是在 264.125， 蓝 K 没有反馈，还是蓝 K 的过程当中有阴线跌破，所以目前是空方占优，没有太多做多机会，中股票就观望先。当然你要做空的同学你就反过来就看反弹黄带附近找做空点，当然目前这里呢是一个加速点，所以呢在加速的时候就不要乱去开空单了，因为加速时容易迎来绝处逢生超跌反弹，所以一般呢是在上涨时左侧看空方点，然后下跌加速时就不要乱加空了，一加空可能就是反弹点。然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扩位呢就正常创新低嘛创新低有蓝 K， 但是空方趋势不变，之前也是突破了一根两根，然后有个运线，然后运线下破无法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反转失败，是一个反弹。那么当下呢就继续新低蓝 K， 等待反包，等待一个信号，就是超跌反弹的信号。然后飘带是 78.567， 像这种股票只能做反弹没有太多意思。我们再看到美光的话呢就是跟 APP 和 PLTR 是一样的，就之前的下跌呢是无效的破位，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是不是跟骨科目前类似的情况，但它当时走出来了，好，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好，低点做支撑反包它的一个高点，止跌有效，然后继续往上看有新高。好，那么这一波有黄 K 有跌破下跌，那么飘在这里呢就是支撑，跌破一根跌破两根，低点为支撑，但可惜遇到了这个消息面的影响，没有在这个地方有支撑的情况下给一个反包买点，而是直接呢盘后跳空，没办法。但是我们不是每次都遇到这种情况的，像之前就可以买进，这一次呢错过了，那么在回调买入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第二天立马高开高走的，一般就不建议去买了，无所谓，找下一支，找一个没有消息面影响的，给你买入机会的不就行了嘛？所以当下呢没有太多好说的，只能说错过一个买点，这个地方只能左侧才能买得到后续的行情，哪怕给你左侧也不一定敢买，因为这种消息面的影响呢是不确定的。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跟刚才所讲的 OKO 有点像，170向上，然后股价呢有蓝 K 等反包，光头阴线呢是在12月15号这一天，所以最好是突破光头阴，然后在飘带之上去找追涨买点或找反弹买点。飘带呢比较窄，不是很强，所以它走出来的一个概率性会比像微软、像 OKO 等等的还是蛮大的它呢飘带比较窄，所以压力会小一点，所以一样的，等蓝 K 的确认止跌，然后看中期的低点附近，就跟之前这一样，可以关注，但没有止跌之前先不要乱动可以作为一个跟踪点。以上就是12月18号阿哲的美股盘前观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点赞、评论和订阅，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